这段霍元甲与秦爷的大刀对决，可谓是难得的刀战经典。两位演员是以真刀实拍，说他是华语片刀战巅峰都不为过。今天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味。秦爷所持兵器为金丝大环刀，秦爷的大环刀上镶有9个铁环，9乃是吉数，懂行的一看便知。霍元甲所持兵器为牛尾刀，在清代晚期非常常见。上部劈刀，转身劈刀，缠头刀再劈。霍元甲攻势凶狠，连劈3刀。秦爷举刀格挡，沉着应对，撩斩对攻，架刀格挡，缠头刀下劈。缠头刀是刀法中的基础招式，是指刀经身体左侧绕至后背，再从右侧斩出，反方向则称为搏脑。在传武中素有缠头搏脑的术语。这里秦爷缠头刀的上半路实际上是防守动作，下半路才是劈刀进攻。转身撩斩对攻，力劈华山，点刀攻上路，反手撩刀再攻，回身闪避，顺势下路斩土。双手持刀力道虽猛，但回手速度慢。霍元甲欲抓秦爷出刀后摇，却不料秦爷反应迅速，在蹬地跃起避开他下斩刀的同时，顺势凌空再出力劈华山。这一击的威力，就算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得到。霍元甲翻滚闪避，幸而他意志力强悍。这里若是换作旁人，别说闪避，想必早已被吓得尿了裤子。如此精彩的对决，多亏了新换的笔记本剪辑起来才流畅。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9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耳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IPP 就对了。力劈华山再攻，双手刀上撩，双手刀横斩。秦爷以双手持刀，刀势凶狠无比；霍元甲单手持刀，显然难因其锋芒。下点刀，拧身再斩，这一刀距离很近。霍元甲虽翻滚闪避，但还是被砍中了左臂，当真惊险。霍元甲欲猛蹬圆桌阻截，却不料直接被秦爷一刀了。紧跟着迅速近身连劈3刀，双手刀蓄力横斩。霍元甲仰身闪避，受其蹬时被秦爷斩为2截。力劈华山，这一刀霍元甲已是避无可避，勉力架挡下身后木桌蹬时粉碎，剪刀腿半摔，连续劈刀追击，二人进入地面。秦爷身高体壮，明显不如霍元甲灵，贴地出刀很难发挥大环刀威力。劈刀再攻，霍元甲趁机出脚欲卸掉秦爷兵器，但并未得手。霍元甲不待秦爷站稳，立刻出刀斩其下路。秦爷当即飞扑闪避，这一闪之下再次进入地面，下劈刀，斜斩刀，这一刀的角度当真刁钻。回身劈刀，霍元甲的弓步蹲得太低，招式已然用完。秦爷见状，立刻出脚扫踢，飞身下劈。霍元甲架刀格挡，利用3脚稳定性勉强挡下了这一刀。贴地横扫刀，霍元甲凭借强大的腰腹核心，惊险避开了这一刀。劈刀再攻，侧翻闪避，秦爷以跪姿劈刀招式已然用了。霍元甲迅速回身劈刀反击，在秦爷举刀格挡时，立刻舍身蹬踹。秦爷蹬时远远飞出，在他起身的一刹，霍元甲迅速奔来，挥刀猛攻，横斩刀反击，横斩刀再攻。这里霍元甲做了一个缠头的动作格挡，但是他并没有以缠头刀打防守反击，而是选择诈败而走。秦爷刀势霸道，与其硬拼绝非上策。霍元甲败走时，长刀仍紧护后背，足见实战经验老辣。踏桌回身劈刀，越步闪避，顺势倒挂金钩，这种弹跳能力想必在球场上能把框扣来。霍元甲自上而下挥刀转手围攻，以高打低颇占优势。秦爷并未与其拉开距离，而是举刀硬拼。混战中被霍元甲一刀划中天灵盖，这里秦爷明显拖大，偌大的光头顿时出现一道长长的血口，这是他第一次被霍元甲砍中。力劈华山，侧身闪避，霍元甲不与其硬拼，再次采用游走战术。秦爷一刀破开屏障，再出力劈华山。霍元甲迅速横刀架挡，秦爷刀势霸道，霍元甲防守的颇为吃力，他的刀上已满是豁口，便是扫刀再攻，转身蓄力横斩，这一刀极为刚猛，转身横斩再攻，这第2刀直接破开霍元甲防守。左正蹬，霍元甲蹬时倒飞而出，一击之下差点坠楼。秦爷乘胜追击，欲扩大进攻优势，但狭小的围栏处难以发挥大环刀威力，反被霍元甲趁机反攻得手。这里秦爷显然是杀红了眼，格斗最忌心浮气躁，拼杀到此处，双方仍是难分胜负。霍元甲左臂中刀满是血迹，而秦爷的光头也是流血不止。这一战远比想象中艰难。飞身横斩，仰身闪避，秦爷的这记舍身刀有些冒险，他的腰腹处空门大开，前扎刀，力刀外格，这一刀非常凶险。
横斩刀反击，霍元甲的刀本就不堪重负，登时被秦野斩为2截，1寸长1寸强1寸短1寸险。霍元甲见状，当即选择贴身缠刀，以此限制秦野大环刀优势。可刀乃是秦野的本命武器，长有长的用法，短有短的用法。在大环刀的铁环卡住对方断刀时，他当即使出一招甩手刀，这一刀出其不意，登时命中霍元甲心窝。若是他闪避不及，想必已然殒命当场。斜劈刀再击，撩刀对攻，这里秦野一手持刀，一手推刀背，这也是长刀短用的技法。2只手形成的杠杆力臂较短，他想以此应对霍元甲的短刀缠刀。点刀、撩刀，此技一出，霍元甲的短刀再无优势。力劈华山，霍元甲再次败退游走，秦野在后持刀猛追。其实到这里，学徒觉得胜负已见分晓，不难看出秦野的刀法造诣高于霍元甲，在对方的刀被斩断后，秦野大可以抱拳收手，可他显然没有把这当成对决，而是寻仇。2人自楼梯处一直打到1楼水池，拼杀中，霍元甲的断刀再次断为2截。霍元甲见状，迅速后撤拉开距离，此刻他已失了兵器，想要翻盘几乎再无可能。岂料霍元甲空手进跃，竟在秦野前扎刀之时，仅以手指便能将大环刀扣住。虽然霍元甲绰号黄面虎，力气奇大，但以手指扣刀多少有些夸大。霍元甲在夺刀后一记大力扫踢，将秦野踢得摔入屋内，局势竟在一瞬间扭转。秦野积累的优势瞬间清零，对决转变为拳脚之争。霍元甲本就精通霍家拳，数日前便一举击败苦练拳脚一身横练的赵家。秦野精通刀法，拳脚功夫飞气长下，拼杀中明显不敌霍元甲。虽然打出了几记反击，但毕竟拳怕少壮，甚至连手臂也被废掉。霍元甲面目狰狞，重拳如雨点般落下。秦野口吐鲜血，已再难支撑。其实到这里已没有打下去的必要，但此时的霍元甲好勇斗狠，有这个预感。他并未停手，而是再次使出绝杀拳。这一拳蕴含旋转力道，正中秦野心窝。打得住吗？这招绝杀拳，整个荆门只有赵健能挡下，因为他修炼过铁布衫一类的硬气功。秦野心脏中招，登时晕厥倒地，没过多久便饮恨归西。秦野生日便忌日，霍元甲如愿以偿的成为了荆门第一。正所谓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当霍元甲做到荆门第一时，自己也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。霍元甲，你嘛时候是荆门第一呀？就在今天，第2天一早，他回到家中时，却发现母亲和女儿已相继惨死。荆门第一换来的竟是家破人亡，彻骨的仇恨下，他提刀冲入秦野灵堂。人是我杀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干娘，保重你。霍元甲最终还是没有对秦野妻女动手，他失魂落魄，犹如行尸走肉。可怎料晴天霹雳再次落下，那个被秦野出手教训的徒弟是有错在先，是因其勾引秦野小妾。他先是在大街上对秦野出手挑衅，又在秦野寿宴上大义凛然的讨公道，竟成了一个十足的笑话。秦野的死真可以用憋屈来形容。霍元甲悔之晚矣，他终于明白当年父亲为何没有挥出那一拳，也明白了母亲说的话。孩子，武术最厉害的地方，不要打倒别人，而只要克制自己的好胜心。涅槃之后方为宗师，霍大侠即将归来。阿莫。